在月球的土壤中还发现了一种比氦三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改变未来人类的太空探索，这是嫦娥5号采样返回以后最重磅的一个发现之一。我们知道月球上有很多的宝贝其中有未来全人类的清洁能源氦三，这是氦元素的一种同位素，它比氦四少了一个中子，所以它没有放射性所以它可以取代刀穿这两种元素的聚变，可以让我们更好、更快、更容易、更安全的实现可控核聚变。由于可控核聚变反应是人类未来解决能源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月球上的氦三在未来将会成为全人类争夺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根据初步估计，月球上的氦三分布总量大约在120万吨这个量其实并不多这相当于一个小型煤矿1年的产量。但是100吨的氦三就能够解决全球1年的能源供应也就是说，月球上的氦三储量可以让人类在1万年内不用操心能源问题，这是个非常大的诱惑。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落后于别人的话，那么未来肯定要受制于人的虽然月球本身它不属于任何国家，是全人类共有的，也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说月球上的哪块地是我们的但是它上面的资源确实是先到先得，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月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氦三以外，在月球上还有很多应用于电子工业的稀土元素，这些都是未来月球资源开采的重点。那么除了氦三和稀土元素以外，月球上还有啥？有水有没有听错？就是水。这种东西在地球上虽然不值钱，但是只要你出了地球，它比任何东西都要金贵，因为水不仅代表生命，它更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因为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发现水都异常的兴奋，比如火星上我们看到的河道、季节斜坡线、长期阴影区保存的水冰还有木卫二还有这个土卫二冰层下的海洋等等。这些水的存在让我们认为那里可能有生命的存在。那现在我们同样也在月球上发现了这个水冰的存在，它被大量的保存在了月球的两极以及这个陨石坑的阴影区域。同时我们通过对嫦娥5号返回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不仅月球的两极和阴影区有水1吨月壤当中有120克水，1吨月岩当中有180克水。这个发现就实锤了之前关于月壤中有水的猜测非常的振奋人心。因为月球上的水可以让我们在太空中制造火箭燃料可以让我们在月球上建立的基地有水资源的保障。这些水可以让人类在基地内生活培育食物。如果月球上是完全干燥的，那么建立基地就可能会成为幻想，因为你想从地球上往月球上运水，这个成本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到了那个时候，1克水将比1克黄金还要金贵。那么除此之外，月球上有水的存在可以让月球基地成为燃料补给站，就像高速路上的这个加油站是一样的，可以让人类的火箭飞向更远的深空，实现未来以月球为跳板的火星移民其实把水变成燃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因为嫦娥5号还在月壤当中发现了铁和钛的化合物，它可以当做非常好的催化剂，然后通过太阳能或者是到时候的这个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由于氢是已知元素中最轻的元素，而且它燃烧的时候的温度能够高达3000多摄氏度所以它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火箭推进剂，因为它能够提高最高的比冲，也就是同等质量的燃料，氢提供的这个推力最大所以未来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直接给火箭补充液氧和液氢这样我们的飞船在离开地球的时候就不需要携带过多的燃料，对吧？不过想要利用月球上的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开采的问题因为月球上的水跟地球上的这个储存的方式不一样，它们都是以分子的形式被困在了月壤当中，而且月球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所以我们需要用机器人先替代人类，将含有水的月壤开采回来，然后将这些月壤升温，使其直接从固态冰升华成气态，然后这些水蒸气在更低的温度下被凝结收集起来进行加工，可以制成基地内日常的这个饮用水，或者是用于植物生长，或者是用来制作这个火箭燃料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慢慢的认识到了月球资源的重要性，对月球的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 NASA 也重新开启了月球计划，准备在2024年重返月球那么除了 NASA 以外，我国的载人登月也在计划当中，估计在2030年前后那么俄罗斯计划在2040年前后。可以看出我们对月球展开的新一轮的探索将更多的围绕未来能源开采的问题。很明显，我国现在已经迎头赶上了第一阵营上次我们错过了航海时代，对吧？导致了我们100多年的屈辱史。这次我们不会再错过下一次人类这个科技的大变革了。现在月球在我们的眼里已经不是在夜晚为人类提供光亮的明月了，它正在成为人类走出地球的一个跳板和资源的宝库。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